我们来看一下我2年前在首尔做的演讲，然后关于金融科技跟区块链还有不动产证券化。我是章鱼哥，章鱼江，我是香港贝多区块链科技的执行董事，我是比特币区块链大未来的作者。但事实上这本书也有在网络上你可以找得到，它有中英文版。那我有把它印出来。我是一个土木技师，早期做顾问公司的时候，有相当多关于 BOT 的财务，我一直在做财务相关的一些建议跟分析。我在芝加哥有一个 MBA 有一个财务的 MBA， 另外我也是台大的土木法律双学士跟硕士。我的书《比特币区块链大未来》，事实上我在亚马逊，你如果是 Kindle Unlimited 的会员，你是可以免费借来看。后来我写作原则上我会同时翻译中文跟英文。这个是新安沉船在新安海域，新安是在黄海里面靠近韩国的一个区域，它在那个海域里面，然后这些船事实上不止一艘啦，有相当多艘。那它其实是一个历史的遗迹了，就是说在元朝的时候，从中国有很多很多的货物呢往韩国去做出口。那时候韩国人最喜欢的是什么？那时候是朝鲜国，他们喜欢这些陶制品。陶制品其实不太坏，他们也喜欢。在我讲区块链比特币的投影片里面，其实有提到为什么我会把股型放在这里面。今天中国的矿机几乎是占了全世界很大的一个份额。在元朝，就远在17世纪，远在中国人就已经用他们的技术跟能源去铸一颗一颗的币，然后销到全世界，就跟今天他们用全世界最强的算力跟全世界最便宜的能源在用这些矿机去挖矿。什么是不动产证券化？不动产证券化就是说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然后这个资产的资金是从发行股票跟大众不特定的多数人去募资进来。传统的不动产证券化它的特质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说它有配息，投资标的是分散的，有比较好的流动性，而且它是在公开的市场上去进行交易，一定的规模。那为什么要区块链来做不动产证券化呢？第一个就是说你用区块链目前我们可能用比特币的区块链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去做不动产证券化。你可以在以太坊上面去做很简单的去进行你的发币。比如说你今天要盖100间套房，好，你一颗币就是150万，以中南部的房子来讲，一个套房你卖个200万、300万，然后让大家来买你的币，透过这种方式去募资。最大问题当然是洗钱，你要 KYC， 你要知道买你币的人是什么人。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要用区块链来做不动产证券化？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来做大规模跟小规模。你的不动产证券化，事实上你要以台湾不动产证券化条例，你要让不动产证券化能够去发行股票，你的募集资金最少要好几亿。但事实上，有时候你盖一个房子，盖一个专案，事实上你不会花到那么多钱。所以你如果要让各个不同的经济规模都能够做的话，事实上不动产证券化在区块链上面进行是很容易。但是他回过头来，他还是会碰到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问题就是说，他可能又沦落到像是庞氏骗局一样，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特别去留意。它本身也是一个 P2P， 就是人对人的一个借贷，但是这种形态在大陆已经倒光光。另外，它也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方式。为什么要用不动产证券化在区块链上面发行的原因，也是因为说提供一定的流动性，跟这些加密虚拟货币，你事实上你透过加密虚拟货币去提供它，因为它很容易转换，你可以在网络上透过你的交易所去买卖你的币，它就会有很好的流动性。早期你用区块链跟你自己发的币，其实有很多庞氏骗局。这些庞氏骗局比较明确的形态就是他会跟你讲说，你有20%的投报，每个月你给我钱，我会去发币给你，发了某个特殊的应用的币，结果后来你就没有去实现，没有去进行你的专案。
这种案子很多。事实上，不动产证券化也会面临这个问题，但是它有一个比较重点的特质，就是说，毕竟它是一个建筑的专案，因为你毕竟还是钱收进来，然后就去买房子。事实上，你要去规范的问题在于，你钱进来去买土地盖房子的话，你要怎么盖？是不是需要这些人去？比如说，我今天是拥有你的币的人，我是不是要参与决策？那今天如果决策是这么容易，比如说我现在有1000个人来投资，一个人出个1万块，我就1000万；一个人出2万块就是2000万。我要盖一个好，如果说我有1万个人哈，每个人出1万，我就有1亿去盖房子。这1万个人，他要去呈现他的意志很容易，因为你可以去投票，但事实上1万个人到底能不能决策？他决策让那么多人去决策，到底有没有好处？这个其实还有待思考。那不动产证券化跟区块链整合的缺点是什么？就是说你还是需要一个第三方的信托机构，另外就是说你还是会产生很容易洗钱的缺点，然后它的流动性本身也会有问题。但是现在在台湾很多加密虚拟货币其实有交易所可以挂上去买卖了，所以你那时候就不会碰到流动性的问题。然后交易所也一样，现在你在台湾你要找到不动产证券化，假设你要在4个平台上面发币，然后找一个交易所帮你做买卖，事实上不是那么困难。我们事实上用以太坊，然后 ERC20 呢，事实上你就可以做一个智能契约，然后发你自己的币。这其实专案也很容易去进行，最主要就是说，还是我刚才提到的，你需要一些供应商。你需要信托机构，然后你需要去发币的人，然后你要资金需要一个管理的人，然后你也需要一个会计师，你也需要一个律师。事实上你很适合文旅，你知道吗？你今天如果说我决定要募集一笔资金去买一个很旧的大楼，然后我要让这个大楼去做拉皮之后变成一个文旅，然后透过这个旅店的收租，然后再把我收到的东西回馈给消费者。事实上这个也可以用来做发币，但是我认为它会碰到的困难是你新创企业很容易上市，然后让创办人都暴富。你花这么多时间去做一个文旅，事实上你不容易暴富了，所以它可能还是会有它不容易去吸引很多资金的困难。但是这其实还是一个新兴的募资管道。我们要回过头来讲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募资管道？募资管道事实上，只要出现新的募资管道，事实上对于旧的募资管道来讲是一个压力。这种压力会让旧的募资管道去提升它自己的品质。比如说，你今天在众筹，或者是说你用区块链的发币，你可以有你自己的募资形态的话，那传统的创投去做 DA 轮、DB 轮、C 轮，或者是银行的借贷，都一定要更有竞争力，然后更吸引人，才会让他自己能够在这一种竞技场上活下去。所以你越多的募资形态，不代表说你真的非去用它不可，而是说产生这么多、存在这么多募资形态，最后会让你更容易去找到更好的方式去取得你的资金。我是章鱼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是不动产证券化在区块链上面的应用。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订阅我的频道可以得到最新的消息，也希望你能够在我的频道跟影片上面多多留言，谢谢大家。